Hello， 我是撒托利，我今天到了等等力。我們今天想要去等等力溪谷，從車站大概走3分鐘可以到溪谷的入口。這裡有地圖告訴我們要怎麼走，看到層層實景，轉進去就是了。等等力溪谷是東京23區唯一的溪谷，全長約1公里。一走出來就看到層層實景了。我對這間层層實景很有印象，因為這是我第一間去的层層實景。當初就是來這邊買水，去等等力溪谷。我看有很多人會在這間店借野餐籃到溪谷野餐，現在已經有人在排隊了。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來這裡了，因為這邊之前在整修，關閉了大概快3年，前幾個月才剛開放。我們每次來都是夏天，因為這邊溫度比較低，現在26.6度，溪谷裡面25度，變24.8度了。這樣看會覺得這裡好不像東京哦。這座橋好像也是這裡的地標之一。溪谷的游步道就這樣子一條，沿着谷澤川，我們就這樣走。一走進游步道，覺得溫度低了好幾度。今天還蠻悶的，這裡比較涼爽。這座紅色的高爾夫橋原本是木造的，是在1961年才重新蓋成拱形的鋼橋。哦，原來是因為以前這裡有一座高爾夫球場，所以這座橋才叫高爾夫橋。這裡面的路很狹窄，要小心走。我記得之前來的時候好像沒有這麼多人呢，今天人還蠻多的。可能是因為關閉太久了，好不容易開放了，大家就都來這裡避暑。前面有公園、古墳、不動尊跟日本庭人。溪谷的上面是環八，車子的聲音有點大聲。因為環八是一條很大條的路，已經看到有人坐在這裡野餐了。這條游步道全長大約1公里，來回走一趟大概要1小時到1個半小時。純散步應該是不用走到2個小時，但因為我們看到路就會想去走了。像這裡有個樓梯，就好想走。不要啦，這個好高哦。今天太熱了，我們還是乖乖走溪谷就好了。我們走了半小時，差不多就走了一半。中午預約了一間在溪谷旁邊的餐廳，從溪谷走樓梯就可以到了。4、5年前來等等力溪谷的時候，中午也是吃這一間。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沒有預約，坐在旁邊的黃色椅子等。
午餐最便宜的是湯套餐，有湯、沙拉、麵包、意大利麵或披薩跟飲料。意大利麵種類好多，我記得我們上次也選很久，但是我已經忘記我們上次吃什麼了。年代久遠。年代久遠。飲料從這裡選。現在要自己寫這個點菜單的店已經不多了。對，還要自己寫意大利麵的，還要自己寫名字。我要博洛內斯。那我先寫一個。飲料也要用寫的。還有甜點，最便宜的加600元。菜單送出去之後才看到。沙拉來了，套餐附的麵包。就地重游，我覺得蠻有趣的。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。你要來了一個新景點。麵包上面有加橄榄，好香脆哦。但我覺得它橄榄油加的有點多。自家製的有機南瓜湯，這是冷湯。消暑的湯。南瓜味好濃哦。這麵包蠻好吃的。我們的飲料選了紅茶跟紅茶的。我點了肉醬意大利麵。我點了白酒海鮮意大利麵。肉醬很多哎，因為麵也蠻多的，還可以選多麵或少麵。這肉醬的味道很濃郁哦。你的海鮮有什麼？蝦子跟花枝。蝦子、花枝、番茄、芝麻葉這樣子，蠻簡單的，感覺加了蠻多蒜的，香好吃。我的意大利麵味道也是算偏重的，我反而很喜歡。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油。哦。龍哥吃好快哦。我覺得還蠻合我的口味的。這間店超級多人，吃飽出來，現在裡面後位區全部坐滿了，外面也坐了好幾個人在排隊。我們再走回溪谷繼續散步。3年前等等力溪谷之所以會封閉，就是因為發生豪雨之後有樹木倒塌，他們為了要檢查這些樹木，就全面封閉了游步道。其實那一年的夏天，我們本來也有想要來，沒想到就這樣子封閉了3年。吃飽可以再回來溪谷散步，幫助消化。這裡也是國分寺崖線散步道的一部分。這條散步道很長耶，全長有6.7公里，可以一路從九品佛走到二子玉川。再往前走，就會進入等等力不動尊的境內。這裡有一間日式茶寮，叫做雪月花。這小黑板畫得好漂亮哦。有賣鮮蜜，還有剉冰。雪月花生意超好，人好多。因為現在夏天，應該很多人是來吃剉冰的。经過一座神殿窟。等等力不动尊有特別的玉桌印。
等等力溪谷的模型，做的還蠻漂亮的。等等力不動尊裡面也有一個休息區，四季之花。現在看到好多人在吃冰淇淋。等等力不動尊這裡有一座小小的展望台。我對這個展望台有印象。我們之前來這裡的時候也有過來，我是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。拍影片記錄果然還是很重要的。哇，這邊視野還不錯哎。而且你看這下面有蠻多繡球花的，滿開的時候這樣看一定很漂亮。從不動尊這邊出來就是大馬路了，這邊變大馬路，溪谷不見蹤影了。我們往變天堂的方向繼續走。這裡有不同的遊步道。這裡就是我們剛才觀景台看下來的地方。往前走不知道會通到哪裡去，看起来好像也會遠離溪谷。我覺得下午人潮變多了，蚊子也跟着變多了。我們剛才停下來在拍的時候，有一位奶奶很溫柔的在旁邊提醒說有蚊子哦，原來有蚊子停在龍哥的手上。他不叮你，不叮奶奶，就是要叮我。這裡走出來也是一條馬路，我們再走回去。我們去日本庭園，要走好長的樓梯。我們繞一下庭園。這個書院是一個休息區，裡面還有水可以裝來喝。庭園旁邊有一座很大的廣場。剛才庭園那邊好熱哦，走下來溪谷之後覺得變涼了。覺得溪谷的景色和我印象中的一樣，唯一不同的是人變多了，變得更熱鬧了一點。我看到有人在溪邊吃西瓜，看了我都想吃，看起來好涼爽。現在人明顯比我們早上來的時候多了不少。從車站走4分鐘，可以到這附近一間很有名的甜點店。我們是不是上次來的時候又有來這間店？對，我們上次買了一個燒果汁。對這個地點蠻有印象的。這裡有2間店，右邊那一間是賣蛋糕跟咖啡，左邊這一間是賣燒果子。蛋糕店的店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巷子裡面，說這間是他們的3號店，沒有預約也可以吃，因為蛋糕店那邊是只有預約的人才可以內用。還好現在有位置，我們等5分鐘就入座了。這間店的聖代很有名，這張菜單的配色跟桌子好搭哦。剉冰，有提拉米蘇，還有蛋糕盤，連杯墊都跟桌子顏色好搭哦。
看起來很好吃。我點了一個潘烏舒可拉巧克力麵包，看起來非常的好吃。看起来好棒哦！今天最後一個鮮奶油蛋糕被我選走了，旁邊有一球可以自己選的冰淇淋，還有一些小點心。現在的鮮奶油蛋糕是桃子口味的，我選了開心果冰淇淋。這兩個小點心看起來都像餅乾，這是用茶樹的花調成的茶。這個檸檬飲的檸檬是用廣島生口島的檸檬浸漬在迷迭香的蜂蜜裡。開心果味道好濃哦，它一直在滑動，有包很多堅果在裡面，像綠茶的味道，這還蠻好喝的，不會太澀。檸檬飲我以為會蠻酸的，比我想象中還甜一些。哇，好脆哦！被你切的不是很美觀。我應該直接用手拿起來吃，這真的是好脆啊！外面那些脆皮都掉下來了，有一點偏油，但是好香好脆哦。超好吃的鮮奶油，入口即化，甜度很適中。海綿蛋糕也是入口即化，都是我喜歡的口感。不止鮮奶油好吃，中間的草莓醬也好好吃哦。我剛才以為這個是餅乾，但是它是軟的，看起来像厚餅乾。對，我誤會了。酒味有點重，下面是蛋糕的口感，這裡面也有包莓果。我覺得把今天在溪谷散步消耗的熱量都補回來了。我覺得我也補回來了。這個杯墊越看越好看，這好像是一個設計師的品牌。這材質還蠻特殊的，是超薄的砂漿，但是這個不便宜，一個要2800多日幣。這裡的茶蠻多，都很特別，平常不太會看到的口味，胡桃山椒、薰衣草金番茶。這間店還有賣早餐跟午餐。買了一個白芝麻棒蛋糕，我覺得芝麻口味的棒蛋糕還蠻少見的。還買了一個檸檬茶司康，它旁邊還有一個無花果白巧克力，看起來也很好吃，但是我還是選了檸檬茶。這個司康是正方形的。在東京這樣的大城市，還能有一個這麼接近大自然的溪谷，真的很珍貴。如果夏天想找個地方暫時逃離悶熱的城市，等等利溪谷絕對是個很不錯的選擇。謝謝大家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支影片見。